系列1：程序物语菜单栏还有桌面。大家好，欢迎来到社交力研究所，我是张，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Mac 电脑的菜单栏和触控板。很多朋友买回 Mac 后，第一感觉是漂亮，第二感觉可能是这底下的一排图标怎么删不掉，或者顶部的状态栏怎么乱得像清仓大处理。别担心，这并不是你的问题，只是你还没驯服这两个 Mac 的灵魂组件。其实，程序物 Dock 和菜单栏就像是你数字工位的桌面和抽屉，如果放任不管，效率只会越用越低。今天我们正式开讲 Mac 的进阶单项技能，这部分属于系列内容，我们看图说话。前两期视频教程我先后讲解了 Mac 的全方位急速上手攻略，按照实操流程的逻辑对比 Windows 及全面的讲解了新手拿到 Mac 后几乎所有的操作，从不适应到上手只需要这一集。然后第二期讲解了无处不在的 Mac 不分区文件管理攻略，基于第一期教会你能够上手 Mac 之后，往后所有的操作都离不开文件管理，所以第二期视频解决了正确设置文件管理界面，理解 Mac 不分区域的结构，以及管理文件的所有具体方法这3个方面。有了以上2期视频的铺垫，对 Mac 的操作就会通透很多。在我先走后分结构的系列教程里，上2期视频当做副篇和母篇，现在正式进入子篇，进一步强化、深化 Mac 的单项技能，也就是今天这期视频。今天讲程序物语菜单栏还有桌面，依然是手把手级别的教程。这部分内容虽然很基础，但是可以教你自定义最合适你自己的桌面设置。通过本期内容就可以彻底搞定它，不用再在同类问题上浪费时间，真正的一步搞定。所以我又死磕了这期课程的逻辑，尽可能更加的清晰实用。如果你看过我前2期的视频，相信我，这10几分钟绝对值得。今天这期视频，我会带你从零开始重新认识它们，并分享几个让老用户都直呼好用的隐藏调优技巧。不管你是刚入坑的新同学，还是想给系统做个大扫除，看完这一期，我保证你的 Mac 桌面会从杂物间瞬间变成头等舱。首先看几个亮点功能。一用会因清理程序物中不常用的软件，通过拖出图标即可移除，它们能保留在启动台中。2可以从启动台将常用程序拖入程序物进行添加，并根据个人习惯自由拖动排列图标。3程序物设置可在系统偏好设置中调整大小、放大提示、位置左、底、右、最小化窗口效果，以及设置应用程序指示等等。4菜单栏分为苹果菜单和应用程序功能菜单。苹果菜单可查看本机信息、存储空间、更新系统、强制退出程序及关机重启等。5状态栏可高度自定义，通过控制中心将常用功能如显示器、音量、电池拖放到状态栏，提高便捷性。6屏幕保护程序除了个性化展示，还可通过触发角结和密码设置，实现快速、无痕的隐私保护和锁定功能。再次思考一下几个问题。1. 用户在清理程序物时不小心移除了常用软件，该如何找回？移除程序物中的图标并不会真正删除程序，它仍然存在于启动台中。用户只需打开启动台，找到对应的程序图标，然后将其拖回到程序物中即可。2. 如何快速调整程序物的大小或隐藏显示程序物，而不需要进入系统偏好设置？要调整程序物大小，将鼠标指针移到程序物的分割线上，直到出现双箭头，然后按住并上下拖移。要快速隐藏或显示程序物，可以使用快捷键 Option 加 Command 加 D。最后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总结了几个专业术语。一程序物 Dock Mac 桌面底部或侧边，一排横向堆放图标的区域，类似于工具架，用于快速启动应用程序、文件夹或文件，并显示正在运行的程序。2启动台 Launchpad Mac 系统中所有应用程序图标的集合区域，无论常用与否，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并启动。3菜单栏 Menu Bar 位于 Mac 屏幕顶部的长条区域，分为左侧的苹果菜单和应用程序功能菜单，以及右侧的状态栏，提供系统功能、应用特定功能及系统状态信息。4状态栏 Status Bar 菜单栏右侧部分，通常显示输入法、Wi-Fi、蓝牙、音量、电量、时间和通知中心等基础信息，可以根据用户需求高度自定义。5触发角号 Corners Mac 屏幕的4个角落，用户可以为其分配特定功能，如启动屏幕保护程序、快速备忘录、显示桌面等。当公标触碰到该角时，即可触发相应动作。那么，根据我之前的总结和思考的问题，一起进入我今天的视频吧。桌面是你一眼所及最直观的地方，
主要地带是上面的菜单栏和下面的程序屋，甚至屏幕的四角边缘都藏着机密。这就是程序屋。底部一排横着堆放图标的区域就是程序屋。程序屋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工具架，各种各样的软件就像一个个的工具。程序屋被两条线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是应用程序，第二部分是最近使用过的但是没有在程序屋放置的程序，一般显示3个，这些程序是在启动台里，启动台就是这个。Mac 系统里所有的程序图标，常用的和不常用的都在这里。再看第3个部分，是文件和删除文件的垃圾桶，还有你的程序最小化时也会绽放这边。程序屋大致可以直观地分为左边是程序，右边是文件，这就是程序屋。程序屋还像是你手机和平板电脑下端的这部分，在 Mac 里我们只能把程序放在程序屋里，对比一下 Windows， 人们更习惯把程序放在桌面上，比如这样。当桌面打开页面的时候，想要去点击其他程序就会被遮挡，而程序屋则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程序屋是我拿到电脑后一定会快速设置的部分。首先，默认的程序屋肯定是不合理的，很多软件是不常用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把一些不常用的软件清除出去，按住不需要的程序图标，拖出去，出现移除字样，伴随着刷一声就完成了移除。并不是真的删除了程序，它实际还在启动台里，然后我们可以再打开启动台，按住自己常用的程序拖到程序屋中，就完成了程序的添加。然后你可以在程序屋按住图标自由拖动，排列它们的位置，只有分别位于头尾部的访达和废纸篓是雷打不动位置的，始终固定在这里。和 Windows 桌面一样，程序屋不仅放程序，还可以放文件夹和具体某个文件。打开访达，按住文件夹或者文件，拖到程序屋就搞定了。比如这周我每天都要写的这期教程的文稿，把文稿拖入程序屋，以后就可以在程序屋直接打开了。另外说点我个人的感受，我其实更加倾向于把最常用的文件和文件夹放在程序屋，因为如果我们直接打开文件，会自动打开程序，像这样。如果直接打开程序，则需要再次找到文件，像这样，多了一个操作步骤。不过另一部分程序则必须放在程序屋，比如浏览器、音乐、播放器、地图、社交软件这类需要打开才会有信息的程序。再来看我的程序排列，你会发现我的应用程序部分就是按这样的思路去排列的。前面部分是看到内容必须先打开程序的程序，后面部分是直接打开文件就会触发程序的程序。这是我很个人的一个思路，你可以参考一下。在 Mac 上选取苹果菜单、系统偏好设置，然后点按程序屋与菜单栏，你会看到有很多关于程序屋的选项可以设置。例如，你可以更改程序屋整体的大小，可以设置光标悬停时待选图标的放大提示。如果你程序很多，图标收缩的很小，这个功能就很实用。还可以决定程序屋放在屏幕的左侧，或者底侧，或者右侧。通常我们放在底侧，还可以选择最小化窗口的方式，是苹果特色的神奇效果吧，像这样。或者平常的缩放效果，像这样。接下来勾选这个，选择最小化。当你在打开的窗口标题栏连击，就可以像这样最小化这个窗口。如果勾选了这里，窗口最小化则不会统一到程序屋右侧，而是直接最小化到程序本身。我觉得不直观，所以没有勾选。弹跳打开的功能一定要勾选，这样打开程序时就会蹦大字提示你不要催了，马上就要打开了。还可以按需设置自动隐藏程序屋，程序屋用的比较多，所以我没有勾选。应用程序指示灯一定要勾选。用这个浏览器举例 ，Mac 里有些程序点击红绿灯关闭窗口后，并没有完全退出程序，实则在后台默默潜伏。勾选了刚刚的指示灯，在程序屋下面它就会有一个黑点，指证它还在运行。然后你就可以右键程序把它彻底退出，或者直接 Command 加 Q， 直接在窗口彻底关闭。不勾选就啥也看不出来。显示最近使用的程序要勾上，不勾选就没有刚刚这部分。刚才这些程序屋设置操作还可以在程序屋空当黑线处右击也可以进行，看个人习惯去选择。其实以上程序屋设置一旦设置完成之后，基本大部分时间不需要再改动设置，但是程序屋的大小和隐藏在平时会经常临时调整，若要每次打开偏好设置则比较啰嗦。这里有快捷方法，请将指针移到程序屋的分割线上，直到双箭头出现，然后按住，同时上下拖移指针，可以直接调整程序屋的大小。使用快捷键 Option 加 Command 加 D 可以快速隐藏或者显现程序屋。看完了下面，我们看上面，上面统称就是菜单栏。菜单栏按照功能可以大致划为左侧是菜单栏，右侧是状态栏。这个状态栏是我临时这么叫的。先来看左侧，左侧菜单栏部分也可以划分为苹果菜单和应用程序功能菜单。
这个苹果 logo 就是苹果菜单，它的位置始终在这里，永远不会变。点开它，在关于本机可以查看 Mac 的大部分硬件信息，比如这些。第一常用的就是查看存储空间 ，Mac 的存储太贵了，很多用户购买了 512G 的存储，对比市面上组装机随便就是1T 以上的空间，实在是少得可怜。所以来这里查看剩余的空间就是特别频繁的刚需。第二常用的就是概览，我每次都是点击这里更新 Mac 的系统版本，然后再返回上一集系统报告里能查看硬件、网络、软件这些信息。对于小白，这里主要用到的是查看电源，搞明白自己的电脑电池循环次数以及剩余的电池寿命。想问问你们的电池还好吗？经常逛海鲜市场的朋友们记得要查这个数据。说到电池寿命，没更新最新系统之前，我的电脑7个月不到就掉了 9% 的寿命，直到更新后半年多只用了 2%。建议我的粉丝朋友们有这个困扰的可以更新一下。回到苹果菜单，点开它的第二个系统偏好设置，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了。Mac 的大部分设置都要用到它，所以配系统我放置在了程序屋。再然后苹果菜单还能用来强制退出不响应的程序。最后日常的睡眠、关机、重启也是在这里进行操作。苹果菜单的右侧是应用程序功能菜单，它用来显示你当前运行程序的功能菜单。比如这里运行的几个程序，当我操作这款程序时，这里就会显示这款程序的功能菜单。点击另一个程序，菜单栏就会变成另一个程序的功能菜单。如果你所有的程序都关闭，这里就默认显示访达的功能菜单。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访达你知道吗？ Mac 菜单的优势首先是不遮挡，然后统一好识别，又干净简洁。例如不论怎么拖动程序都不会遮挡功能菜单影响操作，而且程序的菜单栏都在这个位置，统一好用。由于功能菜单通通都在这个位置，程序窗口就不用设置此栏，不会出现 Windows 里每个程序菜单位置奇奇怪怪，导致不好找，而且还会影响窗口视觉简洁。Mac 把菜单都上至，每个窗口就显得更简洁大方。现在我们来看菜单栏右侧的这部分，和 Windows 下面的状态栏相似，一般显示输入法、WiFi、音量、蓝牙、时间等等基础信息。很多教程这部分就这样一句带过了，属于高手不屑看，新手懒得研究的空当区域。你属于哪种呢？实际使用中，我个人会经常使用到这里，按照自己的需求自定义，能增加不少便捷性和爽点。接下来我先统一把这里称为状态栏。观察状态栏，不管你的状态栏和我是否设置相同，都可以把状态栏再细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是最常用的功能选项，比如 WiFi、蓝牙、音量、电量之类，还有临时打开的应用程序的最小化图标，比如网易云音乐之类。第二部分是控制中心，打开它能看到 Mac 的基础设置都汇总在这里。眼尖的同学会发现，控制中心的很多选项刚刚第一部分已经有了，这里为什么又重复出现？确实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本来这些功能选项本就应该出现在控制中心里，之所以会重复，是因为用户为了更便捷的使用，会把使用频率最高的功能直接从控制中心拖放到状态栏，要比再打开控制中心使用更加方便。具体操作办法是，打开控制中心，按住图标拖移到状态栏就完成了。接下来第3部分是日期、时间还有通知中心。通知中心需要你点击这里才会弹出，也可以用更逼格的手法打开，从触摸板右外侧双指滑入就出现了。状态栏就是由这3部分构成，而且每一个部分都可以高度自定义。现在我带你手把手设置它，打开系统偏好设置，打开程序屋与菜单栏，来到下端菜单栏设置部分。因为菜单栏的使用频率较高，不建议勾选第一个选项，第二个选项可以勾选。那么菜单栏的设置就这2个选项吗？当然不是。我们来看左侧，它就是控制中心的设置页面。你会发现这里所有的选项都在控制中心中汇总着，像这样试着观察每一个选项，会发现它们全部默认必须或至少出现在控制中心，而且没有去掉勾选的选项，同时还另外可选在菜单栏中显示，可以通过勾选这个选项把它们另外设置到菜单栏，所以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控制中心和状态栏功能会重复，因为它就是这么设计的。如果考虑视觉整洁的话，可以把所有的功能放进控制中心，或者为了极度便捷，可以设置最常用的功能出来。清楚了这里，现在把设置页面拉到底，还有最后这2个部分可以设置，其他模块选项可以任意设置在状态栏和控制中心。你先和我一样把它们都设置在状态栏里，然后看最下面的几个功能，时间已经固定在最后面了，不需要管它了。剩下3个分别点击观察，发现它们只能设置在菜单栏里，那就先把它们设置上，待会我带你一个一个的排除，只留下最有用的。最后来看通知中心，它可以自由定制放置一些天气、时间、备忘、股票等等小组件，点击这里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选项。如果有来自更新或者 APP 的通知，这里也会显示弹出提醒你。
最后，我们来把状态栏功能选项决定下去留。以我的使用习惯为例，首先 WiFi、蓝牙、隔空投送，一般设置好之后就不会再动它了，所以只保留在控制中心就好。状态栏的就可以移除了，移除操作很简单，按住 Command 将图标拖出即可。专注模式和键盘亮度以及屏幕镜像，我偶尔会使用，只留在控制中心就可以了。说屏幕镜像，这是一个好功能。我时常会把 Mac 上的球赛直播网页通过它投放在更大的电视上，看得很爽，关键是没有会员费。如果见客户，也可以通过它把 Mac 做好的案子投放在客户的投影上，省去了 U 盘来回拷贝，十分方便。有类似场景的同学记住试一下。显示器功能我会常用，13寸 Mac 的屏幕实在是太小，看久了会特别疲劳眼色，每次剪片都是折磨，所以使用它调整缩放大小是必不可少的，像这样。还能随时设置自动夜览和深色模式，用来缓解刺眼的白光。不过准备使用13寸的 Mac 干活的同学，外接显示屏才是王道。音量选项我主要用于耳机、Mac 音响。便捷切换输入输出设备用，不用来回插拔，点击切换就很方便，所以也要放在外面。音乐选项可以留在控制中心，控制中心已经分析完了，我最终只单独拿出了显示和声音两个功能。再来看剩余的其他功能选项，电池选项是其中最重要的，查看剩余电量百分比是最主要的，还可以显示大能耗应用程序，也可以在电池偏好设置中查看用电历史，还有设置使用电池供电和电源供电的喜好设置。尤其是电池选项里，点击下端电池健康，可以随时查看电池的运行状态以及使用寿命。还有苹果电脑对电池寿命有一套保护机制，会根据你使用的习惯，将电池充到一定程度就暂停不完全充满，从而预防满负荷对电池的伤害。如果你准备外出，需要准备充足的电量，可以点击电池选项里立即充满这个选项，实现完全充满。所以利用好电池选项非常重要，绝对要保留。接下来聚焦搜索可以移除，我更习惯用 Command 加空格快速打开。时间机器使用的频率不高，可以移除。如果你的 Mac 只带自己使用，没有新建第二个用户，那么切换用户也没有必要留着。辅助功能我把它移除了，输入法也移除了。在第一次设置好输入法后，平时就使用快捷键操作，所以没必要留着。最后 Siri 可以移除，需要使用时直接呼唤就好了，没必要占用一个位置让状态栏变乱。对了，使用 Siri 时你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呼唤电脑的 Siri， 可是手机的 Siri 总是跳出来的情况。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情况，下次记得把手机扣放，然后再呼唤电脑的 Siri， 就不会冲突了。刚刚已经完成了程序屋和菜单栏的设置，现在打开系统偏好设置，点击桌面与屏幕保护程序，完成电脑的视觉个性设置，比如设置桌面背景，让你在工作时被兴趣或者信仰围绕。再看屏幕保护程序，它算得上一种历史遗留物。早年的大块头显示器需要屏幕保护程序防止其烧坏，现代显示器普及之后，屏保失去了本来的作用，但古物总能焕发新机。屏保更多的是在彰显个性上发挥了独特作用，展现了不同于工作时的自我另一面，是个人品味的艺术表达。或许还捎带了些许功能，比如隐私遮挡和报时等等功能。所以设置屏保自动开始时间不能大于你电源选项里2个熄屏的时间。点击状态栏，电池偏好设置，查看使用电池和电源适配器的显示器自动关闭时间，默认是2分钟跟10分钟。你可以把这个时间调久一点，然后回到屏幕保护程序页面。好，开启时间设置的小于熄屏时间，然后才可以看到屏保。如果此刻你需要马上突然离开电脑，又需要对隐私内容进行遮挡，想要开启屏保，但是等待的时间还不够，选择锁屏还需要点选2级菜单，不仅啰嗦还显得刻意。教你个办法，既能毫无痕迹的开启隐私保护，还能同时彰显个性屏保。你可以点击屏保设置右下角触发角功能，选择一个角设置为启动屏保，这样回到桌面，你只要光标触碰到这个角，就会触发屏保，迅速又自然。但是这样会存在2个问题：第一，触发角开启屏保容易不小心误触；第二，如果你的屏保画面太有趣，也会吸引他人去点开，导致屏保失去了隐私保护的作用。以上2个问题也有办法解决。对于容易误触，可以在设置触发角同时选择这4个功能中任意一个按住，记得是按住，然后观察设置选项就会变成了组合设置。设置好后回到桌面，光标再单独碰到了边角时就不会触发触发角，只需要默默地按住设置好的功能键，再移动光标到边角才会触发，误触这样就不存在了。对于屏保会被打开的问题，可以打开系统偏好设置，点击安全与隐私，点击通用选项，
勾选进入睡眠或者开始屏幕保护程序1分钟后，要求输入密码，然后把1分钟改为立即。现在，当你触发右上角屏保程序，同时你的电脑也就被锁定了，即使有人触碰也需要解锁才能查看内容，这就是触发角的妙用。你学会了吗？再次打开触发角设置，如果你和我的系统都是最新的版本，那它默认已经设置好了右下角为快速备忘录。我想说，这个非常实用的功能，一定建议你去使用。我查资料时或者遇到了关键信息，直接触发这里保留记录，极大的提高了我的效率。所以触发角是很棒的设计，我建议你必须好好利用它。最后剩下2个角，你可以自由发挥。今天的内容就讲完了，如果感觉视频做得用心了，可以动动手指3连鼓励一下。最后再给大家发一张大纲，大家可以看着它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希望我的视频可以帮你真正的一步搞定 Mac 程序屋、菜单栏以及桌面。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好了，以上就是关于菜单栏和程序屋的进阶玩法。其实 Mac 设计逻辑一直就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把不常用的 App 从 Dock 挪走，把混乱的通知从菜单栏藏起来。你会发现不仅桌面清爽了，你的专注力也会提升不少。记住，工具是用来服务你的，而不是让你去适应它。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帮你找回了失踪已久的桌面空间，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关于 macOS 的高效操作，你还有哪些想吐槽或者想挖掘的冷知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我是你的John，陪你一起把 Mac 用得更顺手。我们下期见。最后，我们来欣赏几张觉得挺不错的图片吧。